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台湾就买得到的美债 ETF 以及债券 ETF 在9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那我们就先来看美国的最新的经济数据。首先，在2024年10月4号的时候，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的数据已经公布出来了。这次的公布值是来到了25万4千人，那相对于他们之前预期的15万9千人，是整整多出了10万人哦。也就表示说，美国现在的一个就业状况还是非常的优异。那同时期呢，也有公布了美国的失业率。那美国的失业率呢，是来到了 4.1%， 相对于之前的 4.2% 来讲，美国的失业率竟然下降了 0.1% 哦。那美国失业率的下降就表示说，美国现在的经济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差。那这也就使得联准会呢，他们不急着降息，可能会维持高利率的状况一段时间哦。那在这个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市场上的投资人对联准会12月份的利率预期就发生了非常大幅度的改变。那原本在这个失业率公布出来之前，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联准会在12月底的时候，利率会维持在 4% 到 4.25% 的几率呢，是高达了 49%。然后呢，这个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呢，这个预期就大幅的下修，来到了 13%。那另一方面，利率来到 4.25% 到 4.5% 的几率呢，从原本的 32% 大幅的上升，来到了 76%。那降息一码的 4.5% 到 4.75% 的几率呢，也从原本的 2% 来到了 10% 哦。那统整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12月18号，现在市场上预期呢，会有 76% 的几率呢，基准利率会来到 4.25% 到 4.5% 之间。那其实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对美国利率的预期呢，他这个态度跟联准会官员在9月份的 FOMC 会议的态度是比较相同的。那在9月份的联准会的 FOMC 会议纪要当中，其实就有显示联准会官员他们对利率的预期的中位数，在年底的时候呢，是会来到 4.25% 到 4.5%， 这就跟我们现在市场上投资人的预期呢是非常的相近的。那我们现在的基准利率呢是 4.75% 到 5%， 所以也就表示说呢，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呢，应该还会再降息 0.5%。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美债 ETF 以及债券 ETF 在9月份的规模排名以及热门推荐。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债 ETF 当中呢，规模最大的3档分别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已经接近了3000亿的一个规模。那第二名的话呢，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规模是来到了2467亿。那这两档 ETF 呢，几乎就是代表了台湾的美债 ETF 因为这两档 ETF 他们的规模以及受益人数加起来，几乎就占据了美债 ETF 的80%哦。好，那第3名的话呢，则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净值规模就是来到了633亿台币。那净值规模月增最多的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在9月份的时候呢，净值规模是增加了308亿。那第2名的话呢，则是 00679B， 它则是增加了184亿哦。那在受益人数方面，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38万2058人。那第2名的话呢，则是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00687B， 它是来到了28万6022人。那第3名的话呢，是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受益人数的话呢，就有呈现断崖式的下跌是来到了6万9009人。相对于前面2档 ETF 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基本上你讲到台湾的美债 ETF， 大家都会想到元大跟国泰，那其他 ETF 的话呢，其实知名度就没有这么的高。好，那受益人数的月增数的话呢，最多的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增加了26901人。那它受益人数的月增是比第1名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还要多那我们刚好看到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在9月份的受益人数月增呢，则是下降了373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那公司债券 ETF 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档依旧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它的规模是来到了2254亿台币。那再来则是 00751B 的元大高评级的公司债 ETF， 以及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的公司债 ETF。好，那这两档 ETF 的话呢，他们就是排名在第2名跟第3名。那规模月增最多的依旧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规模增加了159亿台币。那第2名跟第3名则是两档金融债 ETF， 分
分别是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以及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受益人数，那受益人数的话呢，就要提到2档新挂牌的 ETF， 分别是00957B 的兆丰 US 优选头等债 ETF。这档 ETF 呢是在9月10号的时候呢才挂牌上市的。那目前受益人数的话呢是来到了6298人。那另外一档则是00958B 的永丰 ESG 银行债15加 ETF。那这一档 ETF 呢则是在9月18号的时候呢才挂牌的。那它的受益人数的话呢则是来到了9563人。好，那这2档 ETF 呢是新挂牌的。那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我们从今年开始啊，如果是新挂牌的 ETF， 往往都是1个月内啊，它那个受益人数都破万了。但是这2档 ETF 呢，他们的受益人数到现在为止啊，都还没有破万哦。其实这个现象啊，我也有观察到，债券 ETF 当中呢，前10大规模的 ETF 啊，他们在9月份的时候呢，有8档 ETF， 他们的受益人数是呈现下滑的趋势。那最明显的就是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这一档 ETF 啊，如果你有观察我的频道的话呢，它是从年初到现在为止，到8月份为止啊，它每一个月的受益人数都是几万的在增加。9月份是它唯一的一次受益人数是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哦。那 Kevin 自己也有在经营部落格，其实我有发现到台湾人在最近这1-2个月对债券 ETF 的关注程度已经有大幅下降的趋势，他们大家呢更倾向于关注美债 ETF 哦。我们从表格当中也可以发现到，前10大规模的美国公债 ETF 呢，它在9月份的时候呢，10档 ETF 当中呢就有8档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呈现上涨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们从这一系列的一个状况，其实我可以推论一件事情，那就是自9月18号联准会开始降息之后呢，市场上投资人啊看到联准会在9月18号降息之后呢，其实他们大部分的一个状况，他们的心理的预期是因为联准会发现经济可能要步入衰退了，所以呢他们才开始降息。那我们也知道，公司债券 ETF 在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它也一样会跟着股票一起下跌。只有美国公债 ETF 在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才可以成为一个避险的工具，可以逆势上涨。所以呢，在降息的时候呢，投资人是更愿意去投资美国公债 ETF， 而不是去投资公司债券 ETF 哦。那这个表格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有2档 ETF 呢，它是有面临下市的一个风险，分别是00793B 的群益 AAA 至 A 级医疗债，以及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这2档 ETF 它们的净值规模已经低于2亿台币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债 ETF 以及债券 ETF 他们在9月份的配息殖利率以及绩效排名。那我们先看美国公债 ETF， 那美国公债 ETF 在9月份他们累积的配息殖利率最高的是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的 ETF， 它近4季的累积殖利率是来到了 4.8%。 那第2名的则是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近4季殖利率是来到了 4.5%。 那第3名则是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则是来到了 4.2%。 那月含息绩效当中呢，最优异的是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月含息绩效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啊，是比其他的 ETF 都还要高上非常的多，它是来到了 1.8%。 好，那 Kevin 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怀疑为什么它会这么优异？那我就去看这一档 ETF 它最近的绩效表现，我拿来跟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来做比较。那你可以发现到红色的这一条线就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那蓝线的话呢则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你可以发现到红线的话呢，它是在8月份的时候呢是有大幅下跌的一个状况，这使得呢它在9月份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绩效是比较好的，其实就只是因为它在8月份的时候呢他们跌得比较深啊。那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呢，其实中信的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以及元大的美债20年期的 ETF， 他们两者的绩效啊其实相差不大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债 ETF 当中呢年含息绩效最优异的几档。那最优异的这几档 ETF 呢总共有5档啊，这5档 ETF 呢分别都是短期的美债跟中期的美债哦。那长天期的美债啊受到降息消息的影响呢其实没有到这么的明显哦。那尽管降息的时候呢对长天期的美债是有比较大的利好消息，但是今年以来
呢，长天期美债的绩效还是低于中期以及短期的美债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那公司债券 ETF 呢，在2024年到现在为止呢，总共有8档 ETF 呢是新挂牌上市的。那这8档 ETF 呢，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那如果我们把这8档 ETF 呢，再去加上原本就有的月配息的 ETF， 以及呢最近呢从季配息的 ETF 呢转换成月配息的 ETF， 把它们全部加总在一起的话呢，台湾现在总共有14档的月配息的债券 ETF 哦。那如果你想要看这14档月配息债券 ETF 的配息殖利率比较的话，那你可以看我上面的这一期影片哦。好，那债券 ETF 的配息殖利率当中呢，那第一名则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6.1%。那第二名的话呢，有2名分别是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以及 00741B 的富邦全球非投等债 ETF。这2档 ETF 它们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都是 5.7%。那年度绩效表现的话呢，前3名全部都是属于金融债券 ETF。那第一名是 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 11.4%。那第二名则是 00846B 的富邦欧洲银行债 ETF， 它是来到了 10.8%。那第三名则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 10.1%。好，那关于以上的这些表格的资讯以及内容，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而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不错的话呢，你可以订阅本频道，然后呢在下方免费的下载，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的分析报告，像是联准会的一个动态以及降息的趋势，或者是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你可以直接去订阅我的电子报。那只要我有更新，我都会用电子报第一时间寄给你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中位数，联准会官员他们，那其实在9月，那在9月份的联准会的 FOMC 会议纪要当中。